面试时算命说我忘了老板，只要我在公司，老板月入过亿，不是吗？老板当即决定把我留下，特地吩咐经理好好照顾我。之后果然如算命所说，只要我在公司，老板签单永远顺利，就连用开水浇发财树，发财树都活得好好的。后来老板住上了大别墅，开上了豪车，还娶了年轻时喜欢的校花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可这天，老板的小舅子王浩一来即走了经理的位置，还发布了新的考核制度。就你叫周岩，昨天无理由早退，你今年的年终奖没了。对了，再写3000字检讨，明天公司大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忏悔错误。我看着王浩，心里只觉得无比荒谬。昨天早退是因为甲方没空，我帮忙去接孙子放学，因此早退。经理还特地给我报销了邮费。没想到到了王浩这里，我就成了无理由早退，成了他立威的靶子。王经理，周岩昨天还谈成了个2000万大单子，直接扣年终奖是不是？你懂管理还是我懂？公司是我姐夫的，我绝对不允许像周岩这种蛀虫继续待在公司。说完，王浩自顾自回办公室喝茶去了。周哥，这下怎么办？你今年谈成了不少大单子，年终奖好几十万呢。还能怎么办？只能自认倒霉。王经理可是老板小舅子，我们惹不起。惹不起，我难道还躲不起吗？回家后，我直接掏出手机，拨通了昨天甲方老板的联系方式。沈老板，你们公司还缺不缺人啊？小周，你要跳槽啊？对，就因为昨天替您接送孙子，新来的经理直接把我的年终奖全扣完了，还想让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写3000字检讨。这就是他们做的不对了。正好啊，我也想和你说这个事情啊。你昨天不是替我接我孙子吗？对，怎么了？今天我才知道，昨天有人贩子盯上了我小孙子。如果不是你主动去接了，我恐怕现在就见不到我孙子了。沈老板视他的宝贝孙子如命，我昨天也算是间接救了沈老板一家。所以小周来我公司，直接工资翻倍，你老板扣掉你的提成，我直接3倍给你补上。谢谢老板。之后沈老板让我做好交接，准备好了就给他打电话，直接给我办理入职。第二天，我写好辞职信就去了公司，没想到王浩却带着人堵在门口。瞧瞧，这都几点了，你竟然才来上班？我看你是根本不把公司的规章制度放在眼里。闻言，我抬头看了眼表，公司规定8点上班，现在才7点半，我没有迟到。那是之前的，昨晚我发在群里的文件你没看吗？以后8点上班，7点半就要到公司，你迟到了30秒，扣你3000块。凌晨3点半，我突然被消息惊醒，一看手机，原来是王浩在群里发消息，一看到他就烦，我就没管。原来这是他发的所谓的规章制度。我刚想说话，王浩看到我手里拿着的纸，就面露得意。什么吉祥物？我看就是欠打的贱骨头，只要扣工资，还不是要乖乖对着我俯首称臣？我翻了个白眼，没想到王浩却转身对着办公室里其他人说：大家都过来，让我们来听听周大吉祥物都反思出什么东西了。周岩，开始念你的检讨吧。什么检讨？我根本没写。王浩脸色一下变了，同事看向王浩的眼神里似乎也充满了讥讽。不写检讨还有脸来公司？周岩，你到底想不想干了？公司80%的单子都是我签的，老板能有今天全靠我。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跟我说话？王浩和周岩愤怒对视，紧张气氛一触即发。同事接了个电话，满面愁容走到王浩身边。王经理，钱总那边说要见周岩，要和他签合同。同事的声音不算大，但办公室实在是安静，导致他的话我们都听得一清二楚。我看着王浩，想看看接下来他究竟还能说出什么话。难道钱总非他不可吗？钱总是周岩的客户，其他人也不好意思去接触。都不好意思，那我来。刘亚忠是公司万年老二，由于我的存在，他总是得不到老板重用。现在遇到王浩，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。王经理，钱总就交给我来对接吧。周岩能签下单子，完全是钱总看在公司的面子上，换个更专业的人去，说不定钱总一高兴续签了。王浩听了连连点头。你说的有道理，这一单就交给你了。我看着王浩和刘亚忠，心里只觉得好笑。公司的客户大多数都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肯和公司合作，不仅仅是因为公司合适，更多的还是看中我这个吉祥物的名号。就像因为我去接人而避开绑架的沈老板一样，这些老板或多或少我都帮过忙。这下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收场。既然钱总的事情解决了，周岩，因为你不服从公司安排，以后你就去给工厂看大门吧。那么喜欢迟到早退，保安岗就安排他一个人，要是丢了东西，就让他10倍赔偿。王经理，工厂占地1万多个平方，就让周哥一个人看，这是不是不太好？是啊，我们公司赚钱就靠周岩，怎么能让他去看大门？
公司赚钱那是公司有本事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周岩，你要是不想去看大门也可以，跪下来认个错，我就放你一马。我看着面露得意的王浩，知道这个公司我是待不下去了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将辞职信拍在王浩的脸上。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是辞职信。王浩拿过辞职信，同事看清楚，纷纷惊讶。周哥，你要辞职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对啊，而且周哥你的年终奖还没有领，怎么能就这么走了？同事对我纷纷挽留，但王浩却一脸不屑，拿辞职威胁我，你选错对象了。王浩直接将辞职信撕碎。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姐夫给你开多少工资，我看就是我姐夫把你的胃口养大了，才让你有胆子用辞职来威胁我。辞职只是通知，不管你怎么说，1个月后我自动离职。说完，我转身就想离开，却没想到王浩依旧不肯放过我。他叫来财务，周岩的报销全部驳回，让他自己承担。王经理，周哥对公司可是忠心耿耿，垫钱也很爽快，为什么要驳回报销？因为我怀疑他吃回扣，中饱私囊。同事纷纷看向我，交头接耳。王经理这是拿周哥没办法，所以想着不给报销，想逼周哥低头啊。可是老板说了，只要是周岩的报销一律不准卡，这……老板是我姐夫，他不在，整个公司我说了算。要是敢给他报销，你这财务就不用干了。我看着财务为难的表情，明白他的难处。王浩，你说我吃回扣，总要有证据吧？而且你看我不顺眼，找我麻烦就行了，别为难其他人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要证据。王浩掏出照片，我接过照片看，照片上赵董将金条塞进我手里，这就是证据。周岩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说？赵总有心脏病，这是他为了感谢我及时送他去医院救了他一命的，和公司有什么关系？周岩扔掉照片，王浩依旧不依不饶，他冲过来撕扯周岩。你身上一定有证据，我不能放任你损害公司利益。王浩撕扯我，同事和财务犹豫对视，不知道该不该上前拉开。此时老板走进来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在办公室打架？看到老板走近，我松开王浩衣领，冷脸看向老板。老板，王浩先是扣我工资，又卡我报销，现在还动手打人，我就想问问，这是你的意思吗？老板听见了我的话，面色一变，狠狠瞪了眼王浩，随后笑着看我。小周，你可是我公司的顶梁柱，我怎么可能放任王浩这么对你？听到老板的话，我心里一松，老板确实对我不错，当初我什么都不会，他便愿意给开高工资，或许这里面确实是有什么误会吧。对了，小周，刘亚中和钱总对接出了点问题，你去处理一下。好的，老板。说完我转身离开，却没看到在我走后，老板笑着拍了拍王浩的肩膀。周岩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已经快和钱总谈好了。如果你能谈好，那老板让我来干什么？刘亚中被我堵得说不出话，只能愤怒离开。钱总，不好意思，公司安排失误，耽误你的时间了。你们公司那个销售跟听不懂人话一样，小周还是你优秀。钱总抱怨了一番，紧接着就跟我敲定了合作细节。我送钱总离开。等送走了钱总，我打算去找老板撤回我的离职申请，毕竟在公司待了这么久，还是有感情的。却没想到在他办公室门外听到了他和王浩的对话。小浩，你今天做得很好，我早就看周岩不顺眼了。之前算命的说周岩忘我，经过你姐那么一分析，我才想明白那都是什么封建迷信。就是姐夫你赚钱全凭自己能力，和他周岩有什么关系？公司给他平台，给他资源，他不感恩戴德也就罢了，竟然还有脸要那么高的提成。我没想到王浩的举动是老板授意，既然如此，我也没必要给他留面子了。各位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我已从公司离职，各位的合同将会由其他人接手。那天发完消息后，我就去找了人事。刘姐，我今年的年假还没休，我直接休到离职。小周，你真的要走吗？老板没留你。别提了，刘姐，我哪能和老板小舅子比？我还是趁早给人让位置吧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，留刘姐一人思索。休了年假后，我立刻订了去国外的机票，准备好好休假。沈总那边我已经通知到位了，至于老板要怎么应付找他要说法的甲方，那就不是该关心的事情了。然而在我悠闲度假的时候，公司早已乱成一锅粥了。现在公司乱成这样，客户们纷纷取消订单，你们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联系上周岩吗？老板，真不是我不想联系，而是周岩已经把我拉黑了。姐夫，现在重要的根本不是他，而是要想办法解决公司订单的流失。你以为我不想？不知道周岩给那群老板灌了什么迷魂汤，一个个听到周岩离职就不合作了。难道现在只有把周岩请回公司这一个办法了吗？
王浩，你说你是阿巴公司出来的高管，我才让你放手改革公司的。现在你惹出来的事情，你必须解决。姐夫，我看那些老板也就是被周岩给骗了，相信要不了多久，他们肯定会看清周岩真面目的。还没等到那天，我公司就要倒闭了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去给我把周岩请回来。回来后，我就联系了沈老板，准备办理入职，而他让他的女儿沈秋月来和我见面。你好，我叫沈秋月，之后你就要和我一起工作了。我看着眼前的大美女，心里不禁开始怀疑，难道这是沈老板给我准备的美人计？那我定要展示一下我坐怀不乱的决心才行。你好，我是周岩，沈老板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上班？听到我的话，沈秋月明显有些惊讶，大概是没想到会有这么热爱工作的人，但很快她回过神，只要你想，随时可以。我和沈秋月聊完，她顺势提出要送我回家。周岩，你家住哪？我送你吧。我刚想回答，王浩和刘亚忠就出现在我身后喊住了我。周岩，你为什么连我姐夫的电话都不接？我看着王浩，他和刘亚忠眼下青黑，俨然一副许久都没睡过好觉的模样。我为什么要接钱老板的电话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公司损失了多少？你要是识相点，就赶紧回公司处理烂摊子。周岩，我承认之前是我不对，行了吧？只要你回公司，我就让我姐夫把你的提成还给你。我掏了掏耳朵，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王浩和刘亚忠对视一眼。对不起，这回听清了吧？哦，这下是听清了。但我为什么要跟你回去啊？沈秋月忍不住捂嘴笑，王浩和刘亚忠则是瞪大了双眼。周岩，你耍我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你道歉我就要回去了？而且现在我已经入职了新公司，工资翻倍，为什么我还要回去？周岩，这是我们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是不回来，就永远也别想再回公司了。没错，而且姐夫还会发布行业封杀令，我看谁敢用你。你们是来求周岩原谅的，怎么一副要他感恩戴德的样子？我没料到沈秋月竟然会替我说话。沈秋月上前走到我身前。至于行业封杀令，我看现在被发布行业封杀令的应该是你们公司才对吧？沈秋月护着我，而王浩和刘亚忠显然没想到会有人替我出头，愣在原地。周岩是你的小白脸吗？你这么帮着他说话？周岩，我还以为你离了公司过得有多好，原来是靠出卖身体赚钱。这么一看，还不能让他回公司，万一他看上我姐夫怎么办？王浩和刘亚忠对视一眼，大笑。王浩似乎笃定我不可能东山再起，他走上前，路过沈秋月，拍拍我的肩膀。周岩，别以为公司离了你就不行。那我们等着瞧。最后我们不欢而散，王浩带着刘亚忠离开。不好意思，沈小姐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没事，他们公司干不长久的。我笑笑，只当沈秋月是在安慰我，却没想到再次见到老板会是在我的下班路上。周岩，是我对不起你，算我求求你，你能回来工作吗？面前窜出来的流浪汉差点把我心脏病吓出来，但一听他的话，我才意识到面前的流浪汉是我的前老板。从老板的诉说里，我才弄明白这段时间公司发生了什么事。因为我在客户群里发的消息，那些跟我关系好的老板纷纷选择和公司解约，同事们排着队离职，生怕自己走晚一步就要和公司共存亡。而老板为了公司卖房卖车，最后还背上了几个亿的债务，就连老板娘也离他而去。周岩，你大学毕业就跟着我干，我如今落魄了，看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你能不能回来帮帮我？你放心，这次我说什么也不会听别人的话开除你了。听别人的话？你不是和王浩说他干得好，说你早就看我不顺眼了吗？听到我的话，老板面色惨白，这才明白我早就知道王浩只是他用来赶走我的一把刀。之后我就再也没听过老板的消息，只是偶然看到新闻说有流浪汉冻死在路边。我的生活继续进行，现在就要开始下一阶段了。